五乓，但是香味跟我們這次旅遊主題有什麼關係啊？哦，因為我們這次來到台南善化，我們的旅遊主題就是五乓，有5種香在台南善化哦。你現在聞到的啊，就是一種糖香，因為我們來到的是善化糖廠，它改造而成的文創園區，所以那個淡淡的糖香彌漫着呢。哦，既然我剛剛聞到是糖香，代表這邊以前是種了很多甘蔗嘍。沒錯，善化是位在嘉南平原的一部分，所以不止甘蔗，這裡有很多的農產，因此我們的五乓5種香氣裡面也包含了農特產的香氣、作物的香氣，還有一些傳統的香氣。哇，那我迫不及待要參加這次的善化尋香之旅，香香的喲。就乓。在蘭亭裡頭，就來個蘭亭集序吧。我覺得這個有點不夠普及的詩。這樣子，我想一些跟公子的氣質比較相符合的。圖畫裡龍不迎虎不嘯，小小書童可笑。哎，棋盤裡車無輪馬無將，叫聲溫迪提防。哎呦，就知道周星馳新演的台詞裡面，通都能背。太有深度了，太會出題了。哎，雞卵，哇，好嘞，是啊，你现在你吃重要的部分，好厲害，阿媽，你講我咧讀了有水無？有水。啊，你安尼有幾分？安尼，你上辛苦啊80分，80分啊，80分。誇張香，一打開冰淇淋的上蓋，整個草莓香爆炸噴出來。他們的草莓用料很扎實，很多，不手軟。就以這一杯來講的話，大概是7、8分。所以根本就在吃草莓本人嘛。草莓本人，對。我們現在舉目望去，這一整片，為了到那麼遠的地方，是通都要用人工採嗎？對，一顆一顆的採嗎？是，所以他們腰力都很好，對，腰力都蠻好的。難怪他們是青農，長輩的話可能就是會太辛苦。年輕這一輩還是要回來多幫忙，不然可能這個以後就吃不到了。哇，這烤鴨香2個紅綠燈外就聞到了，緊接着五乓。這一間烤鴨店呢，它在善化有善化烤鴨之王的美稱，而且呢，它很不一樣哦，它不是吃烤鴨本人而已，它是吃烤鴨潛艇堡。Hello， 溫蒂斯導，你們好。嗨，家君。歡迎你們來到森源集水山塘文化園區，這裡好香哦。對啊，而且家君，這火車頭看起來是超有年代感、超有歷史的哎。對啊，這個火車頭你現在看到的軌道以及火車本身都是日治時期制糖運糖的小火車哦。但是它1948年的時候是在比利時制造的，一直到1981年它才停止運作。哦，所以以前它真的有在運作，載了很多的甘蔗。對，100多年的時間它都在運甘蔗，直到了現在它才到這邊來，讓各位貴賓能夠見證一個制糖的歷史軌跡。在以前呢，我們這邊呢總共有41座的糖廠哦。那到了現在呢，就只剩下2座了，虎尾糖廠以及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善化糖廠。那每年12月到明年的3月呢是制糖的期間，空氣當中呢就會有一個制糖的味道，有一個發酵味，人家所說的健素糖的味道。那發酵完之後呢，就變成各位現在所吃的糖了哦。所以我們要聞到這個五乓善化的第一香，其實也是季節限定的香哎。對。哇，哎，斯塔走進來，這個風格跟剛剛的糖廠懷舊風有點不一樣。就火車頭那邊是有一點點台灣歷史記憶的感受，這裡的話突然有一點江南山水的風情啊。對，就整個氣質完全跟剛剛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對啊，因為我們這邊的話是介紹我們的沈光文先生，那一般人可能比較少聽到沈光文這個人，對，不熟悉。對啊，他被稱為是台灣孔子哦，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哦。肅然起敬。那以前呢，我們這個地方啊，有一支平埔族啊，它叫做木家流灣平埔族。那沈光文先生呢，就剛好來到了這個地方，教大家讀書寫字，還創辦了一個詩社，叫做東瀛詩社。他除了在教育方面有所成就之外呢，他
還引進了中醫，所以它影響這個地區，影響善化非常的深遠，非常的深遠，而且它就是穩固了地方的教育以及醫療的根基，所以呢，這邊呢被稱為是首善教化之地，因此呢，這邊叫做善化。所以善化的地名由來是跟沈光文先生有非常大的關聯，沒有錯。在他來之前，這個地方等於還有一點點可能民智未開的狀態。首善教化，看我們意外的發現了善化的地名由來。對，原來是這麼有淵源，對啊。而且感覺我們自己首善教化，善化，氣質也提升了起來。我突然觉得文選氣質還不錯的感覺。對啊。除了江南風情，這茂密的竹林當中，還有一絲文人相聚、雅士共賞的氣氛。嘉君，這也是你們刻意營造出來的氛圍，對不对？對呀，那這邊的話就是所謂大名鼎鼎的曲水流觴，就是那時候王羲之他們所舉辦的一個文人活動，我們把他們復刻出來了。所以你們打造出了一個蘭亭啊，《蘭亭集序》裡面的蘭亭，对，沒有錯。哇，很用心哎，因為這整個情境真的就很像是王羲之當初邀很多的文人，對，一起舉杯吟詩，對，又共飲又吟詩，那個氣氛，坐在這邊，有沒有感覺你被國文課本包圍了？我就覺得我好像身在歷史課本、國文課本裡面的感覺。對，這個氛圍我覺得營造得相當好哎。不過那時候啊，王羲之他們其實是有隨着曲水流觴一起來吟詩作對的。對，那時候的歷史其實是這樣子的：王羲之邀請各大貴人一起來這邊吟詩對仗。那時候呢，是把我們的酒水放到上游處，引着溪水在下流。茶水流經人流面前之前呢，我們會先吟詩一首。那如果吟不出來的人，要罰酒一杯。只是說我們把這邊改了一下，變飲茶。變飲茶，所以這個曲水流觴不是只是照景而已，真的有仿造當年、仿造古時候。待會兒會有茶品到我們面前來。對，就連那個壺也是仿照以前的酒壺做設計的哦。哇，思棠，你看，哇哦，真的慢慢的隨着流水朝向我們而來了耶！整個感覺都來了，我突然哇，腦袋中的詩一串湧上來。哇，來了！哎，但是呢，以前他們是你要吟出一首詩來，如果吟不出來的話就罰酒。但我們今天是以茶代酒，所以我們應該是獎勵。待會兒我們吟得出來詩的話呢，我們就才能飲用這個茶。好像不錯，是賞茶。以前是罰酒，我們現在是賞茶，獎勵的概念，好不好？那既然把《古文觀止》想過一遍，我們在蘭亭裡頭就來個《蘭亭集序》吧。此處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下一句。我覺得這個有點不夠普及的詩，你吟不出來，你對不上啊。對啊，你可不可以出一點，就是稍微有深度一點的？剛剛那個《蘭亭集序》沒有深度，是不是？對，我覺得不夠有共鳴啊。這樣子，我想一些跟公子的氣質比較相符合的。我知道了，準備啦！來，準備接招，來接招啦！圖畫裡龍不吟虎不笑，小小書童可笑。棋盤裡車無輪馬無將，叫聲溫笛提防。哎呦，就知道周星馳新演的台詞，你一定通通都能對，太有深度了，太會出題了。这位先生，请問你在做什麼？在王羲之的蘭亭裡面，你在做什麼？因為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你擅長的是書法，我擅長的是臨摹作畫，所以這是神鳥鳳凰。
第二個是，因為我剛有點肚子餓，想要吃章魚麵。怎麼會墨魚麵？怎麼会突然出現章魚來亂入？我跟你講，你肚子餓沒有關係，你要猜一猜我寫的是什麼字，待會我就帶你去吃。你寫的，你是在寫字，我以為你在亂畫哎。哎，你放禮貌一點好不好？行草之間有感覺嗎？我看到第一個字是否定的否。什麼否？香。香。然後甌香。酸香暖。哦，酸香暖。酸香暖。五胖真的很香，我要帶你來品嘗的就是文創園區裡面的火鍋料理。哇，我真的聞到這個香味了。但這湯底看起來很清澈，這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哦，我跟你說，一般呢我們都會特別強調說這個高湯是什麼熬制什麼熬制的，但是這一鍋它的高湯其實就是清水。啊？清水，那有什麼特別的？哎，清水啊，它是極品之水，因為這裡他們使用的水啊是採用古法，以前古時候會用柴燒來煮水，煮水之後要經過3個步驟，他們完全複刻這樣子的古法，所以呢，經過了過濾、煮沸之後靜置，這一個水要3天，也就是說，經過了3天的沉澱之後，你才可以品嘗到這樣子的純水。那這樣子的方式呢，就是凸顯他們食材的美味。還有新鮮，例如他們蔬菜都是用无毒有機的，還有他們的漁產漁獲都是嚴選的哦。你來吃一下海鮮看看好了。而且他們的醬料不一樣，一般我們吃火鍋都是搭配沙茶醬，但它是用紅蘿蔔泥、白蘿蔔泥，還有蔥末、蒜末跟辣椒，哇！他們加的不是醬油哦，他們加的是果醋。對，我覺得那個果醋一点點酸，把那個海鮮的甜味給我帶出來。就而且以前我們用沙茶醬會，我覺得有點蓋過食材的本身的味道。我現在來吃原味不沾醬的。我覺得海鮮真的是這樣，就像我們講說新鮮的海鮮，你用蒸的，對，就可以吃到海鮮本身的甜度。所以用水去煮，不是用高湯，這個海鮮的甜度還是在耶。另外，它這裡的腳類啊、丸類都是手工制的，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叫做魚冊。這個魚冊我覺得很好吃，是因為它的表皮有皺褶，對，而且它是有嚼勁的。因為一般我们吃一些像魚腳類的這種魚漿類的東西，它可能就是比較軟嫩一點，但它是有口感的。對，它裡面的內餡呢也非常有甜度，然後外面的皺褶會讓你在嚼的時候很有層次，好好吃哎，這個。哇，這真的好好吃。但是你剛剛有說了酸香暖，我現在體會到了香跟暖。但酸呢？哎，酸的話在這一鍋裡面呢，加了他們店家自製的酸筍，在慢慢熬煮的過程當中，那個酸味會逐漸的釋放。它這個酸筍的湯頭哦，暖身又暖胃的感覺，對，很開胃哎。我覺得它的酸筍會讓我感覺到一點點老菜脯的味道，因為好的老菜脯煮出來是完全不鹹，反而是甜的。對，所以這個酸筍它慢慢釋放那個酸度，我覺得喝到的一入口並不是酸，反而是甜，然後慢慢那個酸度會逐漸湧現，還有一點點的胡椒香。對，而且湯頭會回甘，我現在整個嘴巴都是那種酸筍的香味。他們把肉品跟海鮮放進去的話，跟這個酸的味道，酸甜的味道非常搭哎。煮海鮮店超棒。我覺得這間火鍋店真的驚喜不斷哎！你看它的湯底也是驚喜，醬料也是驚喜，海鮮也是驚喜，同時它還有煲仔飯這個驚喜。而且它煲仔飯是，你看有鍋巴的，鍋巴真的是用烤鍋去煮。對，哦，它這個米是比較硬有口感的米，然後它搭配那個鍋巴。它外面鍋巴有點像是爆米香的那種感覺，對，那種香度，而且它上面的這些辣味啊，那個肉汁的香氣完全有被吸進飯裡面。我覺得這個配酸筍湯一定超過癮，很滋潤，可是又不油膩，很多小細節在裡面，非常好吃。
看我今天為你安排的住宿點，多麼的美好啊！建築風格有沒有很有童趣的感覺？對，跳色好可愛哦，很可愛，蒙德里安的風格，同時呢結合了一些西藏風馬旗的色調。另外呢，你看看我們面前落羽松樹下的愛心池畔，還有再加上旁邊有一個透明的小小教堂，是不是浪漫滿分？這裡真的超浪漫的。如果下次結婚哦，我一定選這裡。下次結婚，我一定會捧場。上次你結婚我沒包到，這次我加倍包。我可以賺回來。對，不是啊，亂講話。但是我們這次旅程是要找香的旅程。浪漫歸浪漫，可是香味在哪裡？哦，我跟你說，這裡啊有一個很反差的地方。雖然它看起來非常可愛童趣，但是呢，它很接地氣，可以體驗非常傳統在地的活動，比如說控油。在這裡可以控油，哎，那我沒有控油過，哎，聽起來感覺就很香，而且很好吃，又香又好吃，沒錯。有好多雞哦，還有鵝，你看那鵝搖着屁股在走路。嗨，教練好。Hello。教練你在忙什么？我要來撿雞蛋。撿雞蛋？對啊。我們可以幫忙撿嗎？好啊。你好，我從你面前撿起一顆蛋哦，你不介意吧？就當我他們面撿可以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我們好像是要來找控油香的，不是要來撿雞蛋的。對，這邊我等下是會用到，會用到。我們控油食材就從這邊撿出來。好，所以我們盡量撿沒關係。對，盡量撿沒關係。对，所以我們等一下吃控油裡面的菜都是你種的嗎？哎，給個阿里起的嗎？哎，給我起。好，啊我查好，有啥你別給我提走。啊，愛塔網油。啊，你可教練講愛用較活的呢？是啊，用較活。你給我放開。不是，你要像這塊土去愛坑安尼，安尼才有塔味味。哦，你講一角度才會合。一盞燒。哦。第二層之後就是可以慢慢找比較小塊的，往前三分之一堆。那個算小塊吧？可以可以，然後我們可以換個方向。三分之一不要那個，你要就是你要兩塊一起，你要2塊，對，2塊，對，沒錯。啊，你為什麼不早講？我都自己可以領悟得出來，拜託。 2塊卡1塊也可以。對對對，你要2個互相那個。就是夾啊！你這像這長的攏愛吐出來了呢，安尼有。對對對，會掉下去呢，沒有，你要然後掉下去有看看沒掉下去呀。思達現在有一種，只有他一個是學生，3個都是老師的感覺，你有沒有被圍攻的感覺？你有沒有覺得你地位低落？個坑我會按，啊無兄到半中晚有那會倒了哦。可以嗎？這樣可以，很有天分啊。然後再就是再繼續嘛，再小一點，往內縮。哎，較細地啊，較細地啊。阿媽跨北樓梯啊，看不下去了。阿媽相信他。相信他。你較低，啊，你愛堵一邊。啊，從堵這邊，從低的地方開始。這塊很平，很好用哎。不是之前幹什麼的？較細地啊。係啊，有講伊是做我控油，你搞提這地我，你看你看這樣。沒有，我想說這塊很平。阿媽說要越來越小了，太大，這種的這種最久。可以調一下小的。阿媽剛剛準備好啊？準備好了，這個沒。我跟你講，最難的就是現在收尾嗎？收口，先收口是最難的。哎，出一張嘴指導人家，我就覺得這件事情蠻愉悅的。沒錯。很舒壓。阿嬤沒有在遲疑的呢。對。哎，雞卵。哇。雞卵。好嘞。啊！是的，阿嬤來。這裡。你現在你好厲害啊！厲害，好厲害啊！阿嬤，你剛剛挖的塔料有水不？有水，有水。啊，你安尼有幾分？安尼。你想久啊？ 80分。 80分啊，80分。
它直接倒下來。哦，对，那我们就可以先放在旁邊。小心哦，修。鸡蛋找空隙放，然後夾子，幫我把雞蛋跟玉米用剛剛我們燒過的土塊蓋起來。如果都沒有溫溫熱熱的話，就是 OK 的。蠻涼的啊，我覺得。就摸起來那個要冰冰涼涼。對，蠻冰涼的。那這樣子就 OK 了。對，然後我們這邊就是燜2個小時。是挖開嗎？對，我們徒手嗎？我們會用夾子。哦。對，我們就一人拿一支夾子，然後自己用別啊開。對，用鏟子。用鏟子的話也可以，但是怕食物會破掉。哦。對，然後我們再是往2側撥。要小心一點。沒錯。好香哦。我們先把土往旁邊撥，現在有點像考古學家的感覺，在挖恐龍化石。文物要出土了。耶！我覺得地瓜夯得很成功哎，对啊。這個好香哦，因為那個湯是這個雞是蒜頭雞，對，我這邊都一直聞到，這種雞肉好嫩哦，好嫩，真的好嫩哦，因為是慢火這樣慢慢燜的，所以它肉就特別嫩，對不對？沒錯。所以它這個湯就是蒜頭燉得很爛，整個是蒜頭雞湯，很香哎，又嫩又入味，好好吃哦。因為溫度跟時間上，而且現在我們喝的這個湯都是雞自己生出來的雞湯，濃縮的雞湯，有點像是雞精的感覺。對，哇，這好厲害，就是可以在控油的過程當中，慢慢的滋生這麼多的 juicy 的汁。然後要吃魚了，魚好像很成功哎，是吧？對，魚很好吃，阿嬤，你们常來吃。魚好入味，好嫩，但是又鮮甜，這種魚我最喜歡了。它就是只有用鹽，然後把那個魚的原味的鮮味給帶出來。而且魚肉也很嫩哎，好好吃。然後我們倆剛剛最期待的其實是地瓜，因為地瓜出窯的時候，整個就超香，上面都是蜜，那個地瓜表面都透着一层光澤。來，謝謝。好好吃哎，又軟又綿。這些地瓜是有沒有纖維，然後熟度是很綿的，不會到太熟到乾掉這樣。它好有那種秘制地瓜的感覺，明明我們沒有秘制，可是好像已經秘制過。對，因為地瓜有這個階段，它只要溫度跟時間到，然後就是像我們這樣控得出來，吃起來會有很濃的地瓜的味道跟甜味出現。好好吃哦，每一樣都很成功。就搞孔哎，就好哎。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每一個步驟真的都掌控得很好，窯也堆得很好，火也燒得很好，火那個興旺的程度，就也讓它很快的就已經石頭燒透了，所以下去食材的時候，食材就有足夠的溫度，可以這樣把它們燜熟，所以熟度什麼各方面也非常好。當然阿嬤菜園裡面的很多食材啊，玉米這些本身食材也很好，所以就吃得出好味道。對，而且這個體驗我覺得非常特別，我們是在住飯店呢，有這種控窯體驗，超棒的，老少咸宜，很不一樣。採光也太好了吧！哦，你看是拿我們從外面看建築的時候，不是一格一格的那種方塊，很可愛、很童趣嗎？所以這一格一格的，就是我們房間的大面窗哎。對啊，而且它一進來那個落地窗，整個採光感超好，而且一看出去這個 view，感覺一早就可以看到那個太陽灑落在江南平原的美景。對，因為我們這樣望出去，不但看到了整排的落羽松，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星星湖也好明顯、哦。對，就在下面嘞。另外旁邊都種了滿滿的農作物，就會感受到台南這個地方的富饒，眼前一片綠意盎然哦。對啊，而且這邊一早窗一打開，感覺太陽照下這個 view 就會超漂亮的。對啊，直接躺在床上翻個身就可以看到美景了，根本就不需要起身，是不是？這個很懶人式看美景。對，從外美好到內。
5乓，善化有一個香呢，我覺得你一定會很驚訝，我也很驚訝，就是草莓香。草莓，等一下姐，你有沒有講錯？善化我印象中都在種甘蔗、種番薯、種稻米，然後在這麼熱的地方種草莓的啦。對啊，我自己其實也蠻驚訝的，因為一般草莓不是要在很冷的地方生長嗎？對啊，那種大湖啊，什麼日本、韓國最有名就是因為草莓它夠冷嘛。對，南部草莓耐得住那個豔陽照嗎？可是你看，眼見為憑，旁邊通通都是草莓田，而且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間啊，它不但是證明了善化有種草莓，它還是善化第一間的有機草莓農場哎。有機的，那我就可以邊採邊吃哎。對，這非常的難，你知道草莓要種有機，這是超級不容易的。对啊，印象中草莓是容易受到一些病虫害、一些病菌，而且台南又這麼的悶熱，感覺更容易會生病哎。所以種得出有機的，一定是智慧農夫。哇，真的有草莓。智慧農夫在這兒，德昭哥，金媛姐 ，Hello。你們這裡真的有結實累累的草莓耶，我們覺得很不可置信，原來在台南也有在種草莓哦。对，台南不會太熱嗎？剛好冬天的話，天氣20幾度的話是最好的。草莓它的生長的溫度哈是18度到25度這個溫度帶，對。所以我們雖然覺得說好像台南、高雄南部很熱，可是因為台南、高雄的冬天這個氣溫，草莓還是生長得起來的。對，台灣的冬天，尤其南部，其實還是可以種草莓。德昭哥，溫姐剛說你們是用有機種植，哎，是，怎麼會想到用有機種植草莓？是因為現在的那個食安問題哈，我們大家都吃到很多不應該吃到的東西，像那個化學農藥啊、肥料，其實每一年哈我們都吃很多。對這個農法，我們比較注重那個安全啊，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就是從那個有機的這一個角度去進行。但印象中就是草莓很容易受到一些病蟲害，可是用有機要怎麼去改善它的？有機的話，它有一些那個防治之材，不過相对比較少，不像化學農藥哈，噴下去以後它的時效比較長。那我們有機的話，就是不斷像你那個蟲的部分，我們就是用那個一些油劑、精油，那病害的部分的話，我們用益生菌來提升它的对。人要吃益生菌，对，所以草莓也要吃益生菌吗？对。草莓的益生菌跟我们人吃的益生菌應該完全不一樣，因為病害哈，它是來自於病菌啊，那我們用一些好的菌哈，去跟它做一個對抗，所以讓植株它可以自然就是說生長比較好一點。我還注意到一件事，哎，他們除了吃得很好，有吃益生菌之外，他們住的也很好。是啊，你有沒有發現，他们都住豪宅？他們算是住獨棟透天。獨棟透天就是南部的這個。因為我們以前看到都是住比較近，住那種雅房、套房比較擠的。高樓大廈，然後住很密集，一個社區裡面很多戶，有沒有？這邊感覺他們真的是每個人都有一棟 villa 這樣，是故意把他們種這麼開嗎？還是你們地大？反正我們南部地就是大，位置就是多啊，好買。因為我們覺得其實人住房子大一點舒服，草莓也是一樣。那草莓空間夠的話，它植株旺，然後葉子長得漂亮，它行光合作用好，然後果實才會多跟大。所以我們讓它住得比較舒服，讓它伸展這樣。那金媛姐，我們善化這邊的草莓，還有你們種植的草莓，在品種上面跟北部也是一樣的嗎？我們種的比較跟別人比較不一樣。你們在市場上看到大概都是香水系列，然後我們今年有種了一個今年剛發表的一個新品種，就是紅帥，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紅帥這個名字我覺得取得很好，對啊，聽起來很酷哎，又紅又帥。所以紅帥的特色是什麼啊？紅帥它是日本的紅鹽跟台灣的蘋果去雜交出來的。蘋果對，蘋果草莓，蘋果草莓，我想說什麼？蘋果草莓去雜交出來。混血兒，強強聯手，台日友好。對。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植株比較直立，像你這樣就很挺。沒有就是往旁邊彎。對，然後它就單柄多，草莓如果是單柄多的話，它的果實會比較大，它的酸甜比也不錯，酸甜比對也蠻好吃的。那我不信，現在可以吃了嗎？陳姐有說可以直接摘。高價的
草莓園的好處就是你不用彎腰這樣子採。你看我們這樣多優雅，以前都要匍匐前進在那種傳統的，對。因為有機的，我們現在就可以现吃了，对不对？对，真的是酸甜比很好。因为靜媛姐剛剛沒有強調說它非常的甜，其實我覺得現在有時候水果太甜會失去了水果本身的風味，這個草莓風味非常足。它酸甜之外啊，就是會真的很像戀愛滋味那種，有點帶後勁出來。對，而且我覺得它的果實會果肉比較扎實一點點，是有口感的那種。咬下去其實是稍微有點脆度的。對。其實這個就是種有機的好處，它不用化肥。那不用化肥呢，它果實就會比較扎實，然後香氣比較夠。草莓香味有夠香的。對，它的草莓香味很足，不愧是混血兒，就是有把它各種不同好的面向特色都發揮出來了。對，而且我有點捨不得吃，它好香哦，好像一直拿着一直聞。今天來到這邊盡量吃。這才是草莓應該有的樣子。有時候草莓太甜的話，會少了草莓本身那個酸。對，就姐講的酸甜比很重要。對，酸甜比。誇張香，一打開冰淇淋的上蓋，整個草莓香爆炸噴出來。而且剛姐有說它完全沒有加香料，可是它的香味真的是很誇張，是炸出來那種的，真的非常香。而且剛剛靜媛姐有告訴我，他們的草莓用量很扎實，很多不手軟。就以這一杯來講的話，大概是7、8分。所以你看草莓是不滿到這邊，可能牛奶只有一點點。所以根本就在吃草莓本人嘛。草莓本人对。草莓籽在裡面怎麼那麼加分？一放到嘴巴裡面，那個溶開之後，那個草莓味是在你舌尖漫出來。我覺得真的有一種在吃草莓本人的感覺。對啊，因為它的酸甜感，像我們剛剛吃紅帥草莓的時候，就會覺得酸甜比例很好。這個的酸甜比例也非常好，它的甜度就完全不是糖精或者是一些化學香料營造出來的，真的就是草莓本身它自己散發的甜度。對，而且然後吃下去之後，就是草莓籽是有個多有口感的層次，有脆脆的感覺，好好吃。思達，善化的農產很多，我們在善化也看到很多這樣的田，但我研究了一下，我真的有點搞不清楚它是什麼作物拜託，這個問我宜蘭小孩就對了。油菜花，這麼明顯。油菜花長這麼高嗎？我覺得這個高度有點像是品種不同的玉蜀黍呢。等一下，這有點差太多了。差太多嗎？硬要講的話，我覺得這葉子有點像紫蘇葉。紫蘇葉哦，好像也有點像。沒有，紫蘇這個葉子太大片了啦。我想到了，我知道蜀葵花，這我認得。蜀葵花什麼東西啊？聽都沒有聽過。蜀葵花也沒聽過。這個你一定有聽過，也有看過，而且一定吃過。吃過？對。秋葵？不是。小秋葵。猜不出來，對不對？猜不出來。這個是胡麻。胡麻就是我們吃的芝麻，黑色的芝麻。芝麻長這樣？是。那芝麻人在哪？對啊，芝麻人在小房子裡。所以這一顆裡面都有很多的芝麻。沒錯，沒錯，沒錯。善化是整個台南產區最大，然後產能最高的地方，所以我們種植面積也是最大的。我覺得我們認不出來芝麻田，是因為我們真的很少看到，畢竟我們住北部嘛，是，所以芝麻是比較集中在台南或者是比較熱一點的區域才好種植的嘛。對，因為芝麻它比較喜愛那個熱帶的地方，就是溫度越熱越好。對，然後不能常下雨這樣子。那這麼多耐熱的小房子裡面長的是什麼樣子啊？就是我們平常看到芝麻一顆一顆、一粒一粒的嗎？對，其實這個小房子你看。對啊，它如果打開之後啊，因為它還沒有曬乾，所以它會水分比較高一點。可是你看，哎，黑色的芝麻，很像青椒哎。哦，有看到它嗎？有，好可愛哦。所以它可以住蠻多居民的啊。对对对，大概50、60位應該有了。50、60位，居住密度有點高。就是1房6廳的概念。他們好乖，好整齊哦，他們這樣子排一整排耶。對啊。怎麼可以長得整整齊齊的？好像牙齒哦。它尖尖的地方都會同一個方向，你有發現？是因為向光性嗎？沒有，它就是因為它的結構本來就長這樣，對，所以就很可愛啊。這一株一株的這樣子，我們通常種一株芝麻，採收的時候就是把它的小房子
一個一個摘下來嗎？哦，不是，它要一株一株把它割掉。那割掉之後它就會乾掉嘛，因為它沒有水分了。然後呢，它就把它束成一束一束的，曬乾完之後，用人工用打的方式，它就會把芝麻敲出來。用人工打。对。採收的時候也要一株一株的切。是。我們現在舉目望去，這一整片，我有到那麼遠的地方，是，通通都要用人工採嗎？對，一顆一顆的採嗎？是，所以他們腰力都很好，對，腰力都蠻好的。難怪他們是青農，因為對，要才彎得下去。長輩的話，可能就是會太辛苦啊。对，因為長輩都越來越老了啦，所以其實年輕這一輩還是要回來多幫忙，不然可能這個以後就吃不到了。可是芝麻這麼小的話，它重量就很輕啊。比如說你種的面積很大，結果你收成的這個重量斤數可能很少吧？以平均產量的話，1分地大概可以產200斤的芝麻，大概可以榨100瓶的600ml芝麻油。哦，那沒有很多哎，真的很珍貴。天哪，我覺得太勞累了，成人力耶。哇，這麼熱鬧！這邊嗎？我們來找一下阿仁，來看一下我們芝麻要怎麼打。阿仁，你們旁邊這個一整片都是要先曬，就對，要先曬。割起來的時候大概要曬3個禮拜以上，對。3個禮拜這麼久？對。阿仁哥，你先停一下。先停下來，先給我這樣，我先沒收他的棍子，因为我觉得你没收他真的，对他有點療癒打一直停不下來，是不是？這時候強迫症。對，我能理解，拿了就不會停，對。所以你們芝麻採收下來之後，要先等於這樣子把它弄成有點像小草屋的感覺。對。哦，為什麼要這樣曬？不能平鋪的曬嗎？平鋪鳥比較會，地下比較會有蟲在吃，或者是鳥會那個，而且曬堆成這樣有沒有？再曬空氣在流通會比較快乾，因為你放在地上，它另外一邊地板沒辦法空氣流通，所以它曬會更慢，因為下面沒有曬到太陽啊。哦，你還要翻面。對，你還要在翻面。它堆成這樣的話，它四周圍都會曬到太陽，對啊。哦，那中間如果碰到下雨的話，要趕快把它們收回家裡嗎？不用，就一樣在田裡。對，然後只是曬的時間會拉長。就讓它繼續淋這樣。對，就繼續，因為這麼多你也不可能全部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全部曬回去曬。所以它只是拉長時間，就拉長這樣子，對。可是這樣一下雨，比如說剛剛講3個禮拜，可能就要曬到4個禮拜、5個禮拜左右。哦，所以芝麻採收下來還不能很歡喜的說，我馬上就豐收了，要等到曬完隔了3、4，可能甚至5個禮拜之後，你才真正有我採收芝麻的感覺。對。種芝麻真的很看天吃飯呢，對，就是對，不能太冷，然後不能有下雨，對，連採收也是，對，要好天氣，對，因為種到時候要等到這樣打出來，打福麻籽打出來有沒有才算真正的收成？還沒打出來都不算真正的收成。對。這樣子打到你覺得沒什麼芝麻了，對，沒什麼聲音了。它會變輕嗎？對，它會變。有，我也覺得它慢慢變輕。對，所以也不用眼睛看，你們都是用憑真，對啊，憑感覺。哇，我其實發現阿姨剛剛蠻厲害，他們一手這樣抓，一手拍，很利落哎。好，我知道別叫了，很進來了，我告訴你。你看你連打這個也要有律動對了。它優美啊。哇，好多哦！這邊打完之後有沒有初步的篩選之後，還回去還要再用風選機再一次風選，會比較乾淨。哦，對。但是田裡的工作這樣就差不多。對，暫時就是這樣子的工作，這樣子。好費工哦。從採收下來到敲打到篩，然後整理，其實每一個過程都是人力的大消耗。對，而且不止稻米，連芝麻真的也是粒粒皆辛苦。是啊。對。
喜歡哦。麻油的香氣真的很棒很棒，我最喜歡這種吃起来不油，可是香氣十足的感覺。对，就是有一些麻油它會吃起來很像很燥的感覺。它這是很順口、很清爽的麻油，但是它的香氣絲毫不減。它的薑調的也很好，對它是薑麻油，可是這個薑的味道完全沒有把麻油的香氣搶掉，甚至薑味是有一點點帶回甘的。对，有點甜甜的感覺，然後它的薑是有香氣很濃，是不嗆不辣，完全不嗆。對，好好吃，但是根本是餐廳等級的。餐廳等級的啊。這樣子弄燙一個青菜，加一顆蛋，就可以讓老公誤以為我很會做飯。我覺得完全說得過去，完全騙得過去。因為它這麵條也是不是那種鬆軟的，它是有嚼勁的，對，有嚼勁，然後吸滿整個湯汁，這樣油亮油亮的，超好吃。真的是聞香下馬哎！對，這一間烤鴨店呢，它在上化有上化烤鴨之王的美稱，而且呢，它很不一樣哦，它不是吃烤鴨本人而已，它是吃烤鴨潛艇堡。烤鴨潛艇堡，我身為一個宜蘭人，算是一個烤鴨博士，各種什麼鴨壽司啊，各種吃法，沒有聽過這種吃法，潛艇堡。這種吃法很棒啊，因為如果你一個人嗑不完一只烤鴨的話，嗑一個潛艇堡總可以吧？哦，对，然後那種小家庭啊，只想要吃烤鴨，也適合這樣點呢。對啊，又這麼香，又這麼貼心，必須得嗑。烤鴨在召喚我們。你好，来了，这是我们的巨无霸烤鴨潛艇堡哦，很巨無霸，真的是巨無霸。這個我覺得女生沒有辦法嗑完一整份。對，那大概是1人份的分量。這是男生1人份吧？可我連男生這樣看都覺得這個分量蠻夠的，而且大小是我需要熱身一下才把它吃的。你是說？對，那感覺會脫臼。你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創意想法？是把烤鴨加在潛艇堡裡面啊？因為我們老闆喜歡吃那種潛艇堡，那他就研發出這種櫻桃鴨來做的。所以老闆自己喜歡潛艇堡，又有喜歡烤鴨，然後外面沒有這樣的東西，他就自己烤。對，自己結合的。哇，好期待哦！那我們來品嘗嘍。來，都是一種要吞劍的感覺。跟我一樣。它的麵包體是很 Q 的，然後搭配它裡面的肉是軟嫩，所以它兩個很有層次出來了。好好吃哦。鴨肉的肉質很好，櫻桃鴨真的就是有水準。鴨肉自己本身會一直冒出汁來。對，這個櫻桃鴨的肉質很細，又有汁，就會覺得哇，整個口感咬進去，配上生菜。因為他們生菜鋪得很新鮮，所以生菜的汁也出來，所以咬進去是會有一點在裡面爆汁的感覺。再加上你剛剛說的麵包很鬆軟，它外面很脆，這裡面很有空氣感，所以那個空氣感就讓汁可以慢慢的去流通，就是汁液在裡面流通的感覺。它的美乃滋也不太一樣。一開始我有點擔心會很膩，因為可能烤鴨比較重口味了，然後搭配的美乃滋可能會比較重口一點。可它吃起來就完全是清爽的，而且它菜也是，看它量這麼多，很多。對，我覺得它的美乃滋有一點點淡淡的果香，所以沒有那麼濃郁。對，也不是我們想象中那種會擠在涼筍上的美乃滋。對，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感覺是自己調出來的，所以清爽感很棒，就變成你雖然下了美乃滋，可是鴨肉的香氣還是有被留下來，真的很好吃。這個是會忍不住讓女生也會想要大口吃的。其實其他的料理也很有創意，你看像這個鴨肉，它是做成有點像涼拌。對啊，我沒有吃過這種吃法。對，又有點像，就是像鹹水雞那樣，可是因為它又加了洋蔥啊、枸杞啊、生菜，又有點不像鹹水鴨。我看它聞起來是鹹水雞、鹹水鴨的味道。對，真的是很清爽，鴨肉也很軟，很好吃。
這個看似是一般我們烤鴨三吃裡面那種會炒的方式，但其實完全不一樣，它沒有炒過，它就純粹用烤完的鸭子加了香料之後拌一拌。哦，这個太下飯了啦！哦，他們家鴨肉品質真的很好，对，像没有炒過是對的哎，那個汁水是很滿的，一咬進去，然後它原本烤過進去，把皮的那種油脂香味逼出來了，所以咬進口的時候，整個滿滿的鴨香味。對，它把烤過的香氣留在肉裡面，透過其他的香料拌勻之後，把那個香氣更加的襯托出來。所以不管是蒜頭啦、九層塔啦這些，就會變成旁邊的陪襯，讓這個鴨肉本身的烤過的風味是更明顯，就跟一般烤鴨三吃你用炒的不一樣，因為用炒的你可能醬料的部分會把一點點鴨香帶過去。對，這個方式我覺得也很好吃哎，把鴨肉的味道保留得很好，就是又下飯又下酒的感覺，然後就會想要夾這些配料跟肉一起，不管他們的料理方式是什麼，都很可口的感覺。